二叔，有些话你可以讲，大家当成一个笑话一笑了之。可是刚才那些话，就有编造命令的嫌疑呀。马哲云，你怎么？我说的不对呀？二叔慢走。特派员，这回我看那小娘们儿是板凳上搓麻将，她是扒拉不开了呀。你看姐，今天扯个这么重要的成果，怎么还不高兴呢？我当然高兴了，只不过有个遗憾。什么遗憾？咱们请美院教授画的那幅模拟画像，至今也没有消息。如果有了那幅模拟画像，咱们就多了一个可以揭开麻雀真面目的证据。是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等那幅画像出来，我再来一趟就是。黑龙山那边什么情况？他们已经找到了细菌武器库，不过大门有3道机关，他们打不开。开门的事你暂且不要管，2天内必须完成1号任务。是。记住，这项任务事关细菌武器大门是否能够打开。如果有失败，你将罪不可赦。是，我明白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想瓦全，就必须做好玉碎的准备。各位领导，汇报完毕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能有麻雀准确的照片，还有它的画像，那么我相信今天就能确定麻雀到底是谁。刘宁，到。等一会儿开完会啊，你马上给美院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们照片什么时候能出来。是。通过一份审讯笔录，我们又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而且这个重要线索呢，又印证了我们的推测，这对于我们侦破惊蛰行动和抓捕日本战犯都能起到推动作用。大廖啊，到。崔府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暂时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内紧外松，这是我们把控的尺度，要时刻绷紧头脑里的这根弦，不能放松。是。什么呢？到。哟，别紧张，坐下，坐下。沈文呐，战士们有没有过多的打搅崔老先生？没有，战士们都很自觉。院子里跟以前也没什么区别。好，发现什么问题尽管说，不要有顾虑。您放心，首长不计前嫌接纳了我会全力以赴完成我该完成的任务。好，我们共产党人啊，就喜欢你这个性格。同志们，眼下我们跟敌特的斗争啊，似乎是出现了一个静默期。难道是敌人就此收手了，还是他们养精蓄锐，暂时休战了？都不是。从老姨从敌人内部发来的电报来看呢，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。眼下敌人迫切的想打开那个细菌武器库的大门，想截获那批细菌武器。大家想想，这是不是跟他们的惊蛰行动的终极任务有关呢？敌人一旦拿到这批细菌武器，他一定会用来制造事端、制造灾难、搅乱人心、动摇我们的新生政权。所以啊，我要求同志们要时刻保持警惕，随时做好迎头痛击敌人的准备。
们来了，怎么样？没有什么异常吧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刘宁，我能下去看一眼吗？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呢。你没事吧？小赵，你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的？没事儿，这空气不太好。那我陪你上去待会儿。嗯。你看到了吧？你丑陋的面孔，女人们都受不了了。想吐就对了。要是人人都朝他头上一高，这个杀人恶魔会把我们淹死。话这么讲是没有错的。虽然他罪大恶极，但他对我们还有用，他知道的还很多呢。你没事吧？庆珠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小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没事就好。小马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刚才看着山口俊一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但愿是我神经过敏。都看我干嘛？万事小心为上呢。我说小刘啊，你是不是在提示我已经老了？啊，老的连开董事会的时间都记不得了。放心吧，我忘不了。明天上午9点，1楼会议室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明天见啊！老爷，刚给您煮了一碗莲子羹，您趁热喝吧。好，放这吧，我待会儿喝。哎，你去吧。哎。爹，啊，开会不是早上9点钟吗？还有1个小时呢。好，你是嫌我去的早了？不早，我可以先到车间去走走转转嘛，总比闷在家里强。行，你要愿意去就去，没人拦着你。好了。小韩呐，昨天他们是不是？孩子，记住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儿媳妇做不成了，还可以做女儿吗？儿媳换女儿，爸爸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啊。
你去告诉小徐，让他把山口军医给我盯好了。还有，马上通知行动组，让他们立刻赶过来。是。哎，陆科长，你去哪儿？不该你问的，别瞎问。是。撤。哎，干什么呢？陆科长，二哥，崔老呢？他去电厂了，什么时候走的10来分钟吧。地位，向海，你马上给电厂打电话，通知他们保卫科立刻去路上接应崔老。哎，政委，你跟静茹守住地下室，千万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二哥放心吧。刘组长到，你也留下来吧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是。哎，小陈啊，董事长，今年家里收成怎么样啊？收成不错，从我家的6亩地啊，打了将近4000多斤粮食啊，可把我爹高兴坏了。是应该高兴啊，这都是共产党的政策好，不然你家那6亩地从哪儿来啊？所以啊，不但应该高兴，还应该感谢共产党啊。董事长啊。我们村里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标语：吃水不忘挖井人，翻身不忘共产党。写得好，写得好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这是干什么？你们这……局长，按照您的命令，我们已经对全市的各条交通要道以及车站码头进行了严密布控。喂，周海峰同志，近来可好了？怎么，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吗？首长，把你绑架崔老先生的目的说出来吧，我洗耳恭听。既然您如此的痛快，那我也就直来直去了。周局长，中午12点，请用敞篷吉普车准时把山口军医送到城南的柳家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您就会看到完好无损的崔西庄。周局长，我可是讲信用的，希望您和您的部下也能恪守规矩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谈谈看法。局长，我们大家很清楚，红姑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他的话绝对靠不住。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迪特把崔先生藏匿在何处，然后尽快把他救出来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可问题是，春城这么大，只有1个小时，要找到迪特谈何容易啊！
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见，在电话里边隐隐约约的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像极了是打铁的声音，所以我认为打电话的地方一定是在铁匠铺的附近。我们只要找到电话局，查清楚在铁匠铺附近到底有哪几个电话亭，就能锁定目标。局长，请您下命令吧。好，我命令王涛到，你带人去柳条沟布控，发现迪特立即拘捕。是。陆凯到，你赶到电话局，迅速查清红谷打电话的位置，然后迅速赶过去营救崔老先生。是。同志们，崔老先生危在旦夕，能不能把他救出来，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勇气。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出发。是。崔会长，别来无恙啊！能把您请到这儿来，我可是冒了巨大的风险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还心有余悸，毛骨悚然呢。因为您知道，一旦有任何失误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你是何许人也？对，失敬失敬，我应该先做个自我介绍的。崔会长，我叫山口惠子。与令郎崔胜文是好朋友，他为了追查我，花了整整6年的功夫。想必你应该听他提到过我吧？不错，他的确跟我提起过你，同时他对你也是恨之入骨。因为你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。好了，麻雀，不要再演戏了。我只想知道，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把我弄到这儿来，居心何在？目的何在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前天夜里，令郎崔胜文伙同陆凯，将家父山口俊一先生关入贵府暗无天日的地库。作为山口先生唯一的女儿，我无法忍受与父亲近在咫尺却又不能相见的痛苦与煎熬。你们中国人不是经常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？所以我就采用了同样的方法，把你请到这儿来，让崔胜文也品尝品尝和我同样的滋味。当然，我不是崔胜文，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。哎呀，就在刚才，我给共党公安的周海峰局长通过一个电话，提出了以付易付的解决方案，并把交换时间定到了今天中午的12点整。哦，呀，这都11点30分了。按照您老的高见，您觉得周局长会同意我的方案吗？您看，哎呀，会，他一定会，因为您在春城非凡的影响力和在工商业的翘首位置，他不得不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崔会长，我劝你不要再妄想崔胜文和陆凯会来救你。
如果你真那么想，我劝你放弃，因为他们都不傻，他们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中根本不可能找到我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，监接到显影电台讯号，已锁定位置，发报位置在城北市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马上通知陆凯，带人围捕。是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，看似环环相扣、滴水不漏，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是什么？我崔希正的态度。怎么？你是要拒绝配合是吗？看来你也不傻呀。崔希正，我劝你想明白点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拒绝配合将面临的是什么？不就是去死吗？77事变以后，日寇大举进攻我中华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做好了准备。一旦落入敌寇之手，被逼出任卖国之职，当汉奸做亡国奴，我当慨然赴死，绝不犹豫。今天你想拿我当筹码，去交换日本那个杀人狂魔，你办不到。陆科长，信号消失了。目标就在市场里头，分头搜，绝不放过任何可疑目标。走。老师傅，什么事儿，警察同志？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在那个电话亭打电话？有一个。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个女的，挺高的个儿，长得挺漂亮。那她打完电话以后往哪儿去了？打完电话往那边下面走了。那谢谢您了。啊，我认识你们陆科长。陆科长，买这么多菜哦，最近家里人心惶惶的，我都好几天没上街买菜了。今天多买点备着吧。你说这该死的特务，怎么能对老爷下毒手呢？老爷那么好的人，哎，陆科长，我们家老爷有消息了吗？他可是崔家的顶梁柱，不能出事儿啊。这件事儿我们正在处理，先回去吧。哎，好，崔希正，我可以让你死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？一旦你死了，你和你的家人将会失去你现在得到的所有东西，难道你不觉得遗憾吗？遗憾？麻雀啊，我死虽死犹生，可是你呢？你早晚逃不脱中国人民正义的惩罚。你会像垃圾和腐肉那样，
遭到人们的鄙视和唾弃。崔西正，你这个混蛋！崔西正，崔正，长官，不好了，公安来了！不可能，怎么会那么快？是属下亲眼所见，现在他们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我们有车，他们追不上的。混蛋！所有人都知道那辆车，你想让我们死啊？那怎么办？尹队长到，带着你的人全力接堵。是。我们分头撤。是。前面发现土地车辆，在哪儿？这边。走。刘科长，就是这车。崔老婆，如果将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，绝不能做俘虏，当用它慨然自尽，以维护我中国人的尊严。刚才戴头巾的那个女的呢？往后边去了。谢谢。很久了，落我手里，认栽吧。你少来这套！军人只会认命，绝不认输。
记住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儿媳妇做不成了，还可以做女儿嘛。儿媳换女儿，爸爸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爹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还知道崔家的大门吗？我这天命之年丧失孩子，那是怎样一种锥心自骨的痛！想跟您借点钱，实在是……行了，拿去吧。我想这次你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。你就是在这跪上3天3夜，我也不可能把钥匙给你。爹，我不想再遭受一次失去儿子的痛苦。这里，你们要走了？是的，爹。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，特来向您告别。好啊，孩子们。你们3个虽然不是一母所生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抗日的战场上能够肝胆相照，就像异母同胞的亲兄弟那样，休戚与共，同仇敌忾，把狂妄野蛮的日本鬼子赶出我泱泱中华。爹，您这些话都说了好多遍了，我们都记住。这3把钧刺是我仿照圣文他爷爷的战利品，特意为你们打造的。当年他爷爷从八国联军的手里缴获了它，并且用它先后杀死了3个入侵中国的恶魔。今天我郑重地把它交给你们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像先人那样英勇杀敌，雄风所在。如果将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，绝不能做俘虏，当用它慨然自尽，以维护我中国人的尊严。怎么样，孩子们？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刻骨铭心，永世不忘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为父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凯旋归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倭寇不除，誓不还家。爹，还是谨记你的教诲。尚文，你要干什么？上来。我闪开可以，但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。我伤了山口俊一，替我爹报仇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非常理解。可是我们是有纪律的，我不可能知道你要杀他，我还能放你进去。别拦着我，尚文。尚文，你冷静点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少奶奶不好了，大少爷跟人家打起来了。他在哪儿？在后花园的院子里。带我去。
辛苦你们了，帮我把他抬回去吧。盛文，下去吧。盛文，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尽孝，是为了复仇。是对杀害爸爸的刽子手最严酷的打击。咱们中国人一向讲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平天下，其中国家是第一位的。什么是尽忠？爸爸用他的死，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，那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再受损害，可以牺牲掉一切，慷慨赴死，这才是大忠。也是大孝。盛文，你应该知道爸爸的遗愿。爸爸希望你铲除恶魔，抓捕麻雀，让国家和老百姓不再受到危害。可是盛文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刚才得了手，你杀死了山口俊一，那就是大错特错。你所担负的使命已经完成了99步，你不能因为你的鲁莽和固执，功亏一篑，前功尽弃。盛文，你对这个家没有尽到责任，我们都不怪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替国家做事儿。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改改你冲动的毛病，遇事能够理智一些呢？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担心了，我会向他们道歉的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曹大哥在的话，他也一定会阻止你的。对了，曹大哥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在执行任务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祈祷他平安吧。这景色太美了，看上一眼，这一辈子都值了。陶派员，这风景是很美，不过我叫您来可不是看风景的。不看风景，你让我过来看什么？看我。马专员，不发烧吧？怎么在这说胡话呀？我看你干什么呀？您看着我，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有什么话就问，把手拿开。唐派员，您跟我交个实底儿，那个细菌武器库的大门，您到底能不能打开啊？不瞒马专员说，我曹创虽然有一点溜门撬锁的小技巧，而且侥幸地打开了上一道大门。但是这一道，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。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当年日本人设计它的时候，就预料到了今天，所以他们设置了2套密码，而且在中间还加装了一套特殊的启动设备，也就是中间的那个樱花钥匙扣。如果没有那个樱花钥匙扣，即便是知道密码，那门上所有的旋钮都转不动。他娘的小日本，太刁钻了。陶派员，那依您看，这个樱花钥匙扣会在谁的手里呢？日本人，只能在他们手里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能够打开这扇大门的，除了日本人，就是和日本人有关的人，对吧？他娘的小日本，太刁钻了。
陶白员，那依您看，这个樱花钥匙扣会在谁的手里呢？日本人，只能在他们手里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能够打开这扇大门的，除了日本人，就是和日本人有关的人，对吧？马专员为什么这么急于弄清楚这件事情呢？陶白员，不瞒您说，我推测二叔不是中国人，是日本人。下结论要有根据啊！我当然有根据了，我跟他可不是1天2天了。不信您就等着瞧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准能拿着那个钥匙来把门打开。马专员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他拿着钥匙把门打开了，然后又控制了那批细菌武器，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是啊，如果让那个娘们儿控制了这批细菌武器，那主动权全握在他手里了。到时候就算是保密局想控制他，那也是山高皇帝远，有力使不上啊。你说怎么办呢，陶派员？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二叔近日与几名疑似日本人频繁交往，经查，与其交往者不是我方之人员。初步判断，他有日特之嫌疑。我想，若二叔获得密码打开大门，细菌武器库必将被其控制，故敬请告知，我当如何应对。报告副总指挥，电报念。曹创、陈世明，若二叔打开大门，你部必须即刻控制细菌武器弹库，且严防死守，非你部人员一概不得入内，违令者格杀勿论，切记毛人凤。哎呀，特派员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陈将军，您怎么了？一封普通电报还能让您恍入梦境啊？哎呀，特派员啊，这可不是一封普通的电报啊，它预示着二叔已经失宠了，而且他的脖子上已经夹上了毛人凤的刀子，随时可以要他小命啊！毛人凤做事干净利落脆，而二叔的所作所为，无异于把沙子直接往毛人凤的眼睛里揉。他要是不失宠，保密局从此以后就没什么正事了。对，还是特派员分析的有道理啊。哎，特派员，你说这二叔真能搞到密码吗？从他那天的气势来看，也许吧。这个小娘们儿。收拾完了啊，好。想吃苹果啊？好，给。哎，老刘，收拾完了？完了。哎，看这苹果，我今天下午啊特地去买的，是少奶奶吩咐过的，我洗好了，来拿着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这可是少奶奶特意买给你们的，你要是不拿，少奶奶该怪罪我了。来拿着吧，拿着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不用谢，你要是谢呀，你就明天早晨看见少奶奶的时候谢谢她，不用谢我。哎，快吃吧。老刘啊，辛苦了，吃水果了，同志们。哟，老刘，
你这哪儿弄的？崔夫人送的。呀，那我们吃了不会触犯纪律吧？哎，夫人托陈毅给我们买的，她洗了以后就给我们，放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那哑巴还当着我的面吃了一个。够钱的哈。哎。父亲，惠子来看您了。你来了。女儿来接父亲，请父亲即刻随女儿逃出苦海。他们看守得很严密，你不可能带我一起出去。我现在出去必死无疑。孩子，还是你自己走吧。父亲，这是命令，不得违抗。如果我留下，共产党未必会杀我，但是我们一起出去，咱俩都得死。只要你能在外面继续活动，他们捉不到你，自然就不会杀我的。是。你上前来。樱花石口在吗？女儿将他视若生命。记住两组数字：802739417501。重复一遍。802739417501。这是黑龙山细菌武器库的大门密码。打开它，就像打开潘多拉的一个魔匣，因此没有绝对把握，宁可放弃，也不要落到中国人手中。是。你要慎重地选择出行的日子，为了保险，可以把你的替身抛出去了，就让他为你玉碎吧。女儿已经安排好了，父亲放心。孩子，你快走吧。
小雪，慢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我刚才睡了一觉？我好像也打了个盹儿。奇怪了，要是打盹儿，也不能这么快就醒啊。还咱们3个人一块儿打盹儿，一块儿醒。坏了，钥匙呢？在这儿呢。老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刘副科长，我是来给他们送水果的。他们俩呢？我们在这儿。刘副科长，刚才发生了一件怪事儿。我们仨突然打了个盹儿，然后就醒了。我想，就是因为吃了它，我们才打的盹儿。山口军一呢？他很好，在里面睡觉呢。老刘，你买的？不，这是崔夫人让陈毅买的。陈毅洗的时候，我还见他的哑巴侄子吃了一个呢。要不要拿去化验一下？长官，蚂蚱他在会客厅等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。立正！报告副总指挥，反共游击总队1大队集合完毕，请您指示。都有了。迎接惊蛰行动总指挥，进洞。是。陈将军，你的士兵今天都很威风啊。二叔有所不知啊，自从进驻黑龙山地区以来，陈将军是天天训练部队啊，而且身先士卒，严格要求，否则的话，岂能有今天之成色呀？特派员过奖了。我陈世明虽是个粗人，但我也知道，要想让弟兄们训练有素，就得跟走江湖的戏子、练拳脚的人一样，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啊。陈将军，你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妥吧？你身为一个党国军人，怎么可以自比戏子和打把式卖艺的呢？二叔，我倒觉得陈将军此比并无不妥呀。如果党国的军人都能有曲不离口、拳不离手的训练要求，那国军几百万大军也不至于败退到台湾那样鼻屎大小的地方去，对吗，二叔？陈将军，可以请二叔进洞了吧？请吧，二叔。
特派员陈将军，请。二叔，你是在等什么人吗？还是在盘算开门之后的事儿啊？还是你聪明啊，特派员。有些事，我们应该先说好再行动。正所谓，先小人后君子。这个规矩，在这儿同样适用。二叔的意思是，第一，安门的时候，无关人员退到10米以外。第二，门开了之后，库中所有的弹药物品都由我来支配，任何人不得违规犯上，目无上风。各位，这就是今天的规矩。如果大家都接受，我们就继续进行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不接受的，那我只能先行告退，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看来二叔对我等还是存有戒心呢。任将军，你可是唯一拥有兵权的人，依你看，我等是否应该遵守这个规矩呢？开个破门也得定规矩，他不就防着我吗？行啊，就按他说着来，我看他还有什么章程。二叔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各位都请吧。你少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怎么？没听见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们还有第3条规矩，当然你们也都看到了。这第3条规矩就是，如果你们有人敢图谋不轨，那么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共同的忌日。马专员，您怎么姗姗来迟啊？那个女的到了吗？她都已经进去了。好，太好了。马专员，你还不赶快进去？嗯，啊，好，这就进去。退，退！这小子要干什么？他玩命啊！人家这是早就设计好的，不足为怪。特派员，陈将军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哎呀，人家是毛局长的宠臣，我们也奈何不了。可是他……你们干什么？二叔，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昨天晚上毛局长突然来电，命令我们在大门开启之后即刻占领仓库，非我部人员一概不得入内。听清楚了吗？不可能！你敢假冒毛局长的名义胡作非为？那是你的做派。那我问你，花形钥匙和2套密码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你不要又告诉我是保密局给你的吧？我看一定是日本人给你的。曹闯，算你狠！有朝一日你落在我手里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让你不得好死！楚副官，到。送客。是，走。让开，滚！痛快呀！
我陈世明这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痛快过呀！哎，特派员，陈世明不才呀，但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如有半点不从，你随时可以毙了我。严重啊，严重了！只要你我同心协力，以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二位，原来今天这个事儿，你们早就……我说马专员啊，二叔刚才搞的那出，早被特派员预料到了。你说啊，那小娘们她能赢吗？哎，既然门都打开了，咱们不进去看看，那都对不起二叔那把钥匙。对，请，请。报告。接。中情局来电。念。二叔系中情局自由中国运动的人员，其上线是打入你军统内部代号麻雀的原日本间谍山口惠子。惊蛰行动的领导权现在已归我中情局，望进一步合作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中情局欺人太甚，细菌武器库和东北情报网还在我们手里。究竟惊蛰行动谁说了算，还不一定。既然这帮美国佬愿意趟这趟浑水，我们就再送他们一程。保密局暨毛局长，日前，我已诱捕日本留守春城之特务人员前田，并从其口中得知了开门密码。然今日，当细菌武器库大门被我打开之时，却即刻被陈世民部强行控制。曹创在一旁嚣张放言，称此举奉毛局长之命所为。对此我深表不解，谨请予以解惑，并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指示。立刻发出去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的不清楚吗？总指挥，这电文的用词口气……用词怎么了？这用词的口气，是不是有点过硬了？毛局长……毛局长怎么了？我说发就发，一个字都不许改。是。同志们，刚才老姨来电，说红姑用密码打开了大门，但是眼下仓库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啊，这就充分说明，在小徐他们打盹的那4分钟的时间里，有人秘密潜入了地下室，并且从山口俊一的手里获取了密码。
这充分说明敌人的狡猾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！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我们找到了窃听器的话筒，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处理。你们怎么处理的？我们对它的拾音器进行了破坏性的处理。顽皮。局长，从技术上分析，窃听器接收机离话筒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200米，所以我们不排除窃听者就隐藏在崔家的可能。局长，苹果经过检验没有发现异常，我们正在对崔家上下进行秘密排查。陆凯，谈谈你的想法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跟盛文同志就已经讨论过了。第一，红菇不是真正的麻雀，那在没有确定谁是真正的麻雀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继续利用山口军一这个诱饵。第二，既然仓库大门已经打开了，那我们应该在有效地控制这批细菌武器的同时，展开对陈氏名部劝降工作，以求彻底消除后患。盛文，你还有什么补充？局长，我觉得二叔，也就是那个假麻雀，他是被真麻雀操纵控制的。而且我推测，山口俊一绝不会只是给了他开启舱门的密码，一定会把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他。为了证实我的推测，我建议马上对山口俊一进行周身检查，看看他的身上有没有什么异常。如果有，就证明他已经把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了麻雀。那你认为他的身上藏着什么？应该是山口俊一进行活体解剖和细菌武器研究的绝密资料。现在我们兵分2路，通知春城驻军去控制细菌武器库，我们去崔府查山口俊一。外援，副总指挥，出大事了！一惊一乍的，能有什么大事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刚才有一大批共产党袭击了细菌武器库，看守的兄弟们伤亡惨重，我们几10号兄弟剩下没几个。细菌武器库已经被共党控制了。什么？特派员，细菌武器库失守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怎么向毛局长交代呀？别急。他们没有细菌武器库的钥匙，这件事先别上报毛局长。共军没有钥匙，就打不开仓库。我们想想办法，还有机会。哎，老刘啊，有事啊，陈姨啊？啊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位首长到后院去了。哦，呀，一会儿等馒头上锅之后，我得过去看看。看看首长是不是中午在这吃饭。对，哎，我帮你看看伙计。好的。
局长，盛文估计的没有错，山口军医右边的后槽牙少了一颗牙齿。虽然他做了止血处理，但是从遗留的痕迹上来看，不会超过24小时。盛文，你说，麻雀在拿到所有胶卷之后，他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夜间局势复杂，而且真假麻雀又搅在一起，我一时难以判断。总指挥，没去来电。念。情况已知，细菌武器可暂且搁置。你当即刻选派得力干将护送曹创复函，送交他亲手绘制的坐标图，明日启程，不得有误。王仁凤。多龙。到。去收拾一下，跟我出去一趟。是。曹创，现命你明日复函送图，且与我空投人员一并返回。届时，收图人自会与你联络。爱语，敬我。为确保此行安全，特命二叔派人全程予以护送。保密局，毛人凤。这份电报让曹创明白了，他离惊蛰行动的最终目的只有一步之遥。首长，这是细菌武器库的钥匙，没有它谁也打不开。好，您要劝降陈世明，我给您推荐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山兰。他就是我党优待俘虏最好的例子。只要让陈世明和他的部下看到出路，他们就会放弃抵抗，下山投降的。曹创，我坦白的讲，过去你单独出去执行任务，经受敌人的种种考验，我虽然担心，但是我心里有底，因为你是在咱们的地盘上，如果出现什么意外，咱们自己的同志随时可以出现在你的身边。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你是孤军作战，没有后援，一切情况都要你独立处置，随机应变。而且，如果行动失败了，后果也要你独自承担。曹创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你如果有什么困难，直接提出来，我们可以考虑取消这次行动，另外再想办法。首长，没时间了。您还记得我是哪人吗？爱吃辣椒，江西老表，江西兴国人。你这个老红军呐，现在黑不提白不提的，干嘛提这个？我13岁参加红军，当时首长和战友们都叫我红小鬼。我开始还特别不高兴，小鬼小鬼的叫我，多不好听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是爱称。后来啊，当我看到很多战友为了革命前赴后继，英勇牺牲，我突然明白。
夏波，你琴弹得挺好的呀。我的老师呢？你找老师干什么呀？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就跟你们走；如果他已经被你们杀了，你们就把我也杀了吧。那我就不会跟你们走。屁大的个孩子，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我老师呢？哎呀，哎，怎么跟小朋友说话呢？夏波，如果我告诉你老师还活着，你会乖乖的跟我走吗？嗯，我绝不撒谎。乖，把老师弄进来。老师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去不了市里的比赛了。老师，再见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。嗯。上去。寿恩，夏波被2个陌生人带走了。夏波，他是我同学好朋友，而且我敢肯定，他就是曹创的儿子。他们互不相认，一直有意的刻意隐瞒他们的关系。听邻居说，夏波被带走的时候，他异乎寻常的冷静，他是被那个女人带上人力车的。走。特派员，别来无恙啊！保密局的电报说，由你派人护送我去韩国。不知道这个人选已经定了没有？